澳洲的防长，他最近证实呢，有一支中国大陆的海军特遣舰队已经进到了澳洲北部海域。那这个舰队群当中呢，包括了一艘075型的两栖攻击舰，还有一艘是这个052D 驱逐舰，另外呢是054A 的护卫舰，以及一艘呢903A 型的补给舰啊。最近看中国大陆这2年的海军，它这个演训的动态啊，往东走的话，最多大概走到第2岛链。你要把这些舰艇再突破第2岛链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还是觉得有敏感性。那你要做比较深蓝海军的演训的话，我也看了，大概就是往澳洲走，比较敏感性比较低。好，回到节目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的海军啊，这次远征这个澳洲，而且还带上了准航母，怎么一回事？因为澳洲的防长他最近证实呢，有一支中国大陆的海军特遣舰队已经进到了澳洲北部海域。那这个舰队群当中呢，包括了一艘075型的两栖攻击舰，还有一艘是这个052D 驱逐舰，另外呢是054A 的护卫舰，以及一艘呢903A 型的补给舰啊。对照呢，今年2月在澳洲东岸这个进行实弹演习的中国大陆海军编队，这次他们觉得呢，舰队最大的亮点就是战力堪比准航母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来带头。好，这次带上了准航母啊，当然有一定要释放的战略信息啊，怎么解读它的战略信息？大使，我想这是一个演练的一部分啊，它的主要的这个舰队的这个主力舰，从05大区换成075两栖攻击舰哈，05大概12000吨，这个075啊，4万吨，那他们各扮演在战场上不同的功能。那05它是有120几个垂发，它事实上的攻击能力非常强。那可是这个075呢，它上面是有舰载的这个战斗直升机，还有这个肚子里面还装了什么？还装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气垫船啊，登陆气垫船。那它可以载差不多1500名兵员在里面，所以它是有登陆作战能力的。所以我想这个是训练的科目不一样，一个是055大区为主的一个远洋舰队，一个是以075为首的一个远洋舰队。那我想训练的科目不同，那这个演习的所谓想定的状况也不一样。对，所以这2个主力舰的就可以显示出来。当然，我常常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往澳洲走？我觉得最近看中国大陆这2年的海军的它这个演训的动态啊，我觉得它基本上往西走的话，往东走的话，最多大概走到第2岛链，那往第2岛链再往下去再走的话，就要到第3岛了，就到夏威夷了，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往那条路线走，有看过05大区往这个，就是说比较靠南边的这个就是说太平洋诸岛、大洋洲那一块，大洋洲这块有，可是它没有往中间这个地方直接突穿，我想这是战略上考虑。那在这个第2岛链附近啊，像中国大陆的这个辽宁舰也好，山东舰也好，几次都接近这个关岛，大概在500公里左右。是，那很明显的，它在从第2岛链上面下来，一直到接近到关岛，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台湾海峡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台海战争的一个区域拒止的一个演练动作。那在那边挡住这个美军从这个太平洋过来的支援部队，所以它有很明显的这个训练的科目。那可是你要把这些舰艇再突破第2岛链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还是觉得有敏感性。那你要做比较深蓝海军的演训的话，我也看了，大概就是往澳洲走，比较敏感性比较低。上一次虽然在澳洲这个塔斯马尼亚海附近它做了一个实弹射击，可是距离澳洲的领海是300海里以外，500公里左右，相当的远所以他出来演训，他一定有实弹射击科目了。那现在又一次往澳洲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比突破第2岛链往第3岛链，美国的第3岛链突进的话，它目前的敏感性是比较小。比较起北边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话，往南往这个大洋洲这边、澳洲这边的话，敏感性确实是相对来讲低得多那当然，这个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一次呢，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编队群组堪比，就是说
也做了一个比较，战力的比较，说堪比是一整个澳洲海军的这个军力啊。当然，我们常常讲说，海军的战力不是只是看数量，看这个简单的，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但确实在阵容上面看得出来说，这支中国大陆的航母，不是这个整个舰队的编组群啊，是有它的一定的规模的。那针对这件事情呢，澳洲的外长啊黄英贤也表示说，中国大陆呢目前正在更频繁地把他们的军事力量投射到更广大的太平洋地区，而中方呢继续通过经济还有安全手段这些方式增强他们的战略影响力，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在澳洲周边的这些区域呢展现军事力量。而针对这样的威胁，美国的 USNI News 啊也报道说，川普表示根据 AUKUS 的协议啊，会让澳洲呢从2030年开始取得5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的攻击潜舰。那其中呢，澳洲已经确定要买1艘全新这个全新的，包括还有2艘现役3艘，一共3艘潜艇。那2艘是现役的，1艘是全新的，所以呢要加强它的核动力的潜艇的战力。那美国海军部长费兰也强调说呢，美英轮调前舰部队将会从2027年开始要进驻到西澳，希望能够强化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所以现在回到这个美国跟 AUKUS 之间的这个协议哈，那我要问的是说 ，Russ 觉得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补足澳洲现在需要的武装力量吗？短期之内是很难啊，除非美国跟英国自己调他们自己的要有巡弋，对不对？力量到那边去。但是这些潜艇按照所有的新闻跟相关规划，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拿。我说这个核动力的潜艇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了，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那川普会不会愿意调大力量的美军能力到那边去，目前是一个问号。但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是不是？其实有这个必要了。如果中国这个动作这么频繁的话，澳洲身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应该要这样做。但是川普会不会愿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不得不说，虽然难听一点，英国的能力真的不足了，这个大家也知道了。他们对国防投资真的在过去20-30年真的是走得很低了。然后最近换首相好几次了，而且每次新首相上任的时候会说：“哦，我们国防投资会提升啊。”结果发生什么呢？他们会发现他们国内不管是医疗系统或其他的议题是更重要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难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澳洲很难依赖英国，只能依赖美国了。所以听到澳洲的耳里的话哈，除了美国可以靠以外，这个英国就像你讲的不用奢想了哈，那就口惠而不实啊。那短期你觉得应该说，在可见的这些时间内，美国要怎么样在这段时间先强化澳洲自己的一些防御的能力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海军陆战队，因为已经在澳洲有固定的这个人数啊，那也可以增加了，或者美国的海军海军相关海军。不管是潜艇、船等等，也可以多访问澳洲。美国的战机也是可以。但是如果美国愿意这样做的话，川普还是会向澳洲要钱啊，还是会说好，那我们可以多访问。你讲到重点了，我们都可以访问，但是还是有，就像这个 NSS 里面有提到这个 burden sharing 这个字，然后多访问是可以多访问。但是这个 cost 澳洲还是要付，那要看澳洲出，那要看澳洲愿意不愿意，这个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但是应该是会有了，而且这个总理没有选举的压力，因为他们是今年5月份才连任成功了，所以下次选举是2028年。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意愿的话，就是国防这方面，而且要负担部分美国的这个费用的话，
那他们自己要决定。但是如果没有 cost sharing 的话 ，burden sharing 的话，那 Trump 就不会做了。OK， 所以刚刚拉回到我们刚刚讨论到说 NSS 的部分，其实川普也明白的在报告当中讲到说，不是只有美国嘛，盟国你自己也得出啊，你要出力也好，或是出钱也好哈，不是说我是无偿的。那讲到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其实拉回到日本来看，日本的防卫相哈，也就是他们的防长就是小泉进次郎，他最近呢就前往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去视察太空专门部门宇宙作战群。他也宣示呢，2026年度呢会把这个空中自卫队整编成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他指出呢，太空不仅是军事，也是民生的极重要领域。那专家也指出，太空积极强化这个发展有一个理由不只是3个理由。第一个，通讯传播非常重要；第二个，日本准天顶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准度；第三个就是防卫监视的基础建设领域。所以就是说今后在日本部分，特别针对我们讲航太也好，那蔡老师常讲说，他们说是宇宙他们的发展战略重点方向是什么？这种小泉进次郎当成防卫大臣之后的话，他的表现日本基本上是很赞同，而且他有办法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告诉全世界，过去的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主持人讲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因为他表达能力很好嘛，所以他在记者会里面就会有这种东西出来，也就是在12月2日的时候，然后他有去讲，然后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府中在哪里，府中的话就是在东京。我们可能叫这个应该说空军，我们叫空军应该是在郊外，没有，它是在东京。然后府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要去这边？因为它是美军基地在旁边，也就是我们讲横田基地，所以它两个的话就会结合在一块。这个是为什么他要去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司令部。那这司令部的话，对于太空而言刚刚主任说他们叫做宇宙，那宇宙的话就会有一个叫做宇宙空间，因为宇宙没有什么领空领海的一种概念，而且他们会发现现在的中国大陆或是说俄罗斯，他们对于破坏卫星的能力也还蛮强的。日方的话已经有开始担心这个方面的，对，所以他们也希望说这样的能够去发展。万一我们的宇宙被破坏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但如果说单纯从商业的角度去讲的话，我们现在的网络啦，除了海底电缆之外，很多就是宇宙，因为他们有注意到。SpaceX 的老板 Starlink 就是从宇宙上面，他们就发现像马斯克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Starlink 好像就帮乌克兰救了不少人那种感觉，这也是他们要去做的。所以宇宙等于是一种商业，并不是只有是在军事而言，这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这个可预见的未来，就是不是只争夺在地球的这个领域还要在 out of space， 就是在宇宙太空。等一下回来，这些讲到的东西都跟科技有关。好，回到节目，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了中共军方的重要的异动在武器方面呢，现在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最近大家看到即将成军的福建舰。那根据央视新闻的最新报道呢，说这个歼15T、歼35还有空警600 3种这个舰载机呢，已经在福建舰上成功的完成了弹射起飞还有着舰的训练显示出的是福建舰已经具备电磁弹射还有回收的能力，已经达到服役可以需要的条件。福建舰未来预计呢会和山东舰共同部署在海南岛，要强化中方在南海这边的战略投射能力。另外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张军社，他强调，他认为其实现在的航母还不够，因为他认为呢中方至少需要6艘航母才能够确保呢2到3艘随时维持战备状态，因为航母让美方也是如此333的一个原则。好，所以这个现在看到是福建舰。那么特别已经完成了相关的3种舰载机的这些起降的训练那也提到了，因为最近大家在想着说，中美两军的这种，我们讲说不是只单看武器还要看整个他们的战略跟他们现在光是在武器上面。我特别想问的一件事情，林老师，歼35因为看到报道上面是说。据称3天就可以制造出一架，然后呢，中方你觉得现在要达成他们的6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这个计划大概会需要多少时间呢？第一个我们要先想的是，它为什么需要6艘？那6艘的话，我们先说它可能在这个大连在这北部这个战区有1艘，好，南部这个我们讲在这一个南海这边也有1艘，
然后的话呢，今天在外海，它可能有一艘要长期在外面巡弋，可能也会需要一艘。然后再来呢，你平常要入港要去大修，要有一艘要在维修，然后再来有一个可能是训练，然后再做一个准备，或者另外一艘也在外海，所以其实它基本上要去达成战力，一般来说你至少要到5到6艘航空母舰。是，那今天的5到6艘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接下来算是现在录影时间，我们2025年算是已经下半年10月要结束了嘛，所以然后现在应该快要有3艘的战力了，所以基本上我个人会认为，应该还要在个3年到4年的时间。它才可以去达成到5艘到6艘的一个战力。可是今天要去想的是，当我第6艘出来的时候，第1艘辽宁是不是已经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在第一线了？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辽宁号它会走向的是担任训练舰的一个工作。所以其实这个是它目前的我们常说6艘航舰的一个战力的一个规划。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说，刚刚有说对这个南海局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嘛？福建舰最近来看福建舰现在的一个，与其说最近是在剑指台海，可是我们有时候要去想的是，打台湾或台海战争需要这么多航空母舰吗？可能有一点这个杀鸡用牛刀，或者用不太到嘛。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要5到6艘？除了台海之外，它更重要一点是要往南海，甚至是未来的太平洋这一边去发展。那这里的话，今天如果还有5到6艘，就不会是只有在南海局势造成变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要去看的是，今天我个人会认为南海只是它小试身手走出去的第一步。因为你如果只在南海的话，你要想的是南海周边的一些可能对中国来讲，它的一个假想敌啊，菲律宾啦、越南啦或其他这些国家，会需要用到航空母舰吗？这一块是他必须会去重新思考的。所以其实他今天有了航空母舰，他会的一个战略目标就不会是只有在南海这个地方，他还要在这走的更远。那另外的话我们另外一点要去想的就是说，今天的航空母舰，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航空母舰这一艘船。可是要去达成战力，第一个就是舰载机，没有错，歼15T 啦、歼35啦、红警600啦，逐渐都出来了。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后面的补给，你的这一个他们说的是补给舰，大型补给舰有没有办法跟着航空母舰一起出去？同时，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航空母舰旁边的护卫的一个舰队，整个战斗群，对，因为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要去观察的，因为我们看在6月的时候，它不是这个双航舰战斗群出去了那个第一岛链吗？到了这个甚至到西太平洋，出西太平洋，说图穿了第一岛链，图穿第一岛链在太平洋有一个大军演嘛。是，可是这个军演其实我个人会认为是现在解放军还在实验一个航空母舰的战术战法，也测试自己的能力。有一点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是俄罗斯这个滑跳起降的这一种飞行的模式，它要走的是俄罗斯路线。但是它现在福建舰如果它是用弹射，它可不可以把它的作战模式改回到美国的 style、美国的战略？那今天它同时有俄罗斯的这种作战模式跟美国的作战模式，它这个十字路口要如何去调配？对，我会认为未来的话，可能福建舰它才会是一个走向我们讲决定版的航空母舰。对，因为这个滑跳的它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所以其实我会认为，具体来讲，可能接下来在这个3到4年之间，数量冲起来没有问题，但是要彻底的一个形成战力，形成像美国这样的护卫舰啦，以及它的一个后勤保障能力，或者是在这个作战的模式上面，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时间。对，而且成军下水之后，你要不断的透过演练啊，就像我们现在所提到说，福建舰他们已经在进行相关的演练了。而且你真的是可以想象，那个我记得前一阵子不是美国特别拉了到2个双航母的这个战斗群到中东去压阵嘛哈，所以双航母战斗群它是有一个战略上的必要的哈。好，除了加速福建舰成军之外，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中方也在出手打击美军航母。特别在维修上的量能，怎么说？南韩10大财团之一啊，主要他们的业务是造船与军工的韩华集团。韩华集团在全球算很有名的，有5家美国子公司呢，最近遭到了中方的制裁，理由是什么呢？是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海事物流跟造船业展开了301调查，并且采取措施。在这之前，其实韩华集团8月份才宣布啊，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要投资50亿美元，支持川普的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这个计划。那因为呢，目前美国的本土造船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啊，真的非常低，不到1%。
这个海军力量跟航运体系大量的依赖日本跟南韩，因为日本、南韩加起来全球占比有30%啊，这个造船产能也不容小觑。而美方呢，近期呢就试图通过向中国大陆制造的船舶来加收这个入港费呢，来企图把全球造船的订单导向日韩，来削弱中国大陆造船业的国际竞争力。现在看到这个中方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呢就干脆出手制裁。而且你会发现，最近中国大陆他们几乎是比照办理。美国常被管辖，我也常被管辖。美国呢，你就是封锁，我也封锁，哈，所以双方都在下毒手，哈。这场航运生死斗怎么看？第一个就是说，中国、韩国、日本占全世界这个 production shipping 大概是90%嘛，哈。那韩国大概是中国的 capacity 大概1半多一点嘛，哈。那美国当然就是说，只剩下5个 active 这个 shipyards 可以做这个海军相关的，是，可能15个可能是比较大型舰嘛，哈。当然台湾是比较可惜哈，就台积电到美国，让这个美国的 American Semiconductor Great Again， 可不像是韩国，到美国 American Shipping Great Again 就把汇率就从28降到15%嘛，哈。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大国的外交是很精准哦，基本上是个食人牙慧的东西，因为韩华的5家美国的子公司也好，跟中国根本就没有 trade relationship， 所以在这个中美的 Great Decoupling 以后也不可能，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打击哈。那当然，美国在韩国的这个帮忙下，可能就很快可以变全球第4名，就超越菲律宾哈。那至于美中之间的航运的问题的话，就以前是直接走太平洋，将来就是绕着走太平洋，但最终有可能就是从太平洋变大西洋，所以对整个 Indo-Pacific 来讲，最终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了。对，所以现在韩国摆明现在就是像您刚刚提到说，没有所谓的这个 decoupling 的问题哈，它摆明就是变成未来的美国造船的，好听一点讲是 partner 哈，但是呢，直接就是美国叫你帮忙做商船也好，特别是军舰也好哈，就是由韩国这边来负责，包括日本也是。好，那韩华集团呢，当然面对这个中方制裁呢，它还是必须要摆出一个态度哈，所以他也提出了一个反制作为啊，就是最近他们打算向菲律宾出售一款新型的反舰弹道飞弹，叫 CTM-ASBM 啊，这个打击范围呢可以达到160公里，并且呢要配备整合式的巡标器啊，可以精准瞄准海上所有的舰艇跟船只。研发预计会在2028年完成。那么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弹道飞弹呢，反舰飞弹哈，跟韩华的 K239叫天凌啊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配套使用。哇，这个孝伟兄是专业，来带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武器。这个东西其实是韩华集团蛮新研发的一款武器系统啊。那它的这个武器系统，其实也就是说，这整个系统来说，它其实有点像是美国的 HIMARS 系统。也就是说，其实美国因为自己本身 HIMARS 的这个系统产能也有限，而且现在要买的国家非常多，所以其实韩华某种程度来讲，它这个情况呢，它这款这个 CTM-ASBM 的这样一个飞弹，就有点像是这个这个武器系统上面的 K9的弹道飞弹版。什么叫 K9 弹道飞弹版呢？就是说，你看到现在韩国武器出口大众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K9 自走炮，它其实就是15公里的这个自走炮哈。那个某种程度来说，就是美军的 M16拐的这个自走炮的这个韩国版。因为韩国当初在研发这个武器的时候，大量的从原本的美国的 M109自走炮中去获得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去做这个东西，而且韩国可以把它做的价钱更便宜，然后售后服务更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有很多国家愿意买韩国的 K9 自走炮。那这个CTM-ASBM 的这个概念也是相同的，它其实本身就是把过去跟美国的 HIMARS 多管火箭发射器里面整合一个叫 ATACMS， 还有现在更新研发的叫Strike 那个 Strike Missile， 也就是 Strike Precise Strike Missile 精准打击飞弹。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是可以利用我们刚刚讲到原本 HIMARS 火箭弹的那个发射器发射的。那这个时候韩华就锁定这2种武器，它都进行开发，它希望能够在2028年前把这2款飞机这2款那个火箭其实它说是火箭，其实它本身是这种弹道飞弹。第一个，它 ATACMS 就是炮兵那个火箭，但它其实射程已经到300公里了。那另外像那个精准打击飞弹，它射程更长，600多，等于说我今天菲律宾想要获得这种美国的这个精准导引武器呢，像这个不管是 HIMARS 跟 HIMARS 搭配这2款飞弹的话，但是第一，美国的产能可能来不及；第一，因为美国已经答应了很多国家了嘛，对。第二，
好，美国货比较贵，好像比如说之前美国说要同意菲律宾购买这个18还20架的 F-16 Block 70，但对不起啊，菲律宾这个国家你知道软囊羞涩啊，美国说我可以卖给你，但对不起，我拿不出银子来把它那个真的买回去，结果他们选择了这个韩国的那个就是 T50 F50的这个战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对于菲律宾来讲，他现在是面对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这样一个军事威胁来说，他又希望能够快速获得能够跟中国大陆相抗衡的武器，又希望价格又要便宜。所以这个时候，韩华推出了这2款的这个那个精准导引飞弹，因为它其实也是依照美国这个 ATACMS 跟那个精准打击飞弹，做出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炮兵飞弹。那这个飞弹可以让那个菲律宾拿去以后，短期之内具有大量可以嚇阻解放军海军在菲律宾近海或者是菲律宾所宣称的他拥有这些南海的这些岛礁中这个部分呢，他希望能够借此嚇阻到中国那个解放军海军力量。而且从这个菲律宾所现有的预算来讲的话，这韩国货当然比美国货便宜很多，对，是他负担得起的，这个是重点。对，所以韩华这次的这样一个动作，摆明就是针对着中国大陆的制裁而来。可是我要问的是说，后续效果是如何？来简单帮我们补充一下。这边的话，其实后续的效果会如何？我们其实要看的是说，你有了这些武器，可你的系统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其实是刚刚其实我们在谈的，不管是解放军也好，美军也好，重点是你的系统。所以其实对于菲律宾来讲的话，你买了这些武器，但是你怎么用？而且说实在，现在在南海的一个冲突，对于菲律宾来讲的话，它不是只有在这个实际的开战，它很多是我们讲的灰色地带。所以其实它现在要把这武器拿来提升它的一个火炮这一块吗？还是把这些船把这些经费买更多的船？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话，南海不是这一个跟中国有很多的海上的一些交错吗？那边没有开火。所以其实，与其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提升它的这个火力，我个人会认为它现在比较多的可能是载台这一边要去把它提升起来。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过去菲律宾不是没有钱，它也不是没有武器，可那武器放在那边久了就生锈，久了就保养没有跟上。这一块也会是去阻止它的一个作战的效率的一个原因，甚至是我们在看它之前在这个冲撞的一些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的这些他们所谓的海警或海巡的这些船只，它的一些装备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简陋，或许船体是日本还是什么很好，可它上面的一些冷气啦或者发电机啦，它上面的护卫是有限的，所以可能在这个水柱冲击上面，可能就会很快的有一些问题了。了解，所以其实这一些都会去影响到它的战力。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刚才特别提到了美国，特别因应中东局势，现在呢，3航母呢准备要齐聚到地中海，就是在中东地区啊。那但是在印太这边会不会出现所谓的空窗期啊？根据日本防卫省，也就是他们的国防部统合幕僚监部，最近就罕见的公布了中国大陆呢2艘航母，包括辽宁号和山东号，从6月8号到16号的航机。那么确认呢，2艘航母战斗群首次的同时出现在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的西太平洋海域，而且呢还详细说明了在日本周边海域的航行情况。这个双航母出现呢，日本非常的紧张。辽宁号呢，并且在这个西太平洋海域一共执行了290次的战机与直升机的起降练习，山东号则累计有230次的起降操演哈。那接下来大家就在关注的就是哇，这个大陆的航母已经突破到了第2岛链，接下来会不会继续的朝向第3岛链来演练呢？邱老师怎么看？关于这个部分，我大概有几点看法。第一个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先注意到双航母的演练，那双航母的演练，其实在现阶段解放军的海军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双航母，因为你不一定每次都可以找到美国的航母来当演练对象，尤其现在美国航母都往中东跑了嘛，对，所以它双航母的演练，就是这其中 A 跟 B 有一方扮演美国航母的角色，另外一方扮演就是解放军的角色，因为你必须要互相对练，这是第一个是要练习的，就是每个航母在形成战斗力，尤其是解放军现在迫切的需要累积经验的情况底下，那他必须要加快这个速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双航母其实还要演练，就是未来一定是可能3个航母战斗群有2个航母战斗群，那他们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 A 航母起飞的飞机要落 B 航母，因为你不可能，你不一定说有每次你起飞你就落回来，所以
它就是需要双航母彼此接应。对，所以双航母的对练这很重要，但这也是解放军目前已经训练，就是战斗力形成到这个程度，我们大概可以肯定他们在西太平洋这边已经站稳脚步，就是美军没办法再像以前一样去威胁或去拒止解放军的航母的机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其实，在看到双航母这个新闻，我们真正要特别注意是它的起飞价值。航母的战斗力就是上面的飞机嘛。那我在整个演练的过程里面，我必须要最大化的把我的飞机放出去。所以，航母战斗群有一种说法叫全甲板攻击。全甲板攻击就是我一口气把我所有的飞机通通放出去，全部出动。那在最短的时间给我的竞争对手制造最大的压力。那这个我们真正在看，其实在看这次的解放军的双航母出动，他们的起飞架次已经跟过去非常不一样，甚至有观察到一天单日的起飞架次已经达到90架次，这已经是美军的标准了，也就是表示这2艘航母上面的不管是操作的人员以及他的作战准备的能力，以及他面对实战压力的情况，基本上已经不会输给美国了。是。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注意观察。那至于说第2岛链、第3岛链，我想特别讲的就是所谓的第1岛链、第2岛链，这个只是我们从我们的立场去看，好像真的有岛链这个东西，但是解放军从来没有承认有第1岛链、第2岛链、第3岛链这个东西，所以从我们的方向解读，它好像逐个。慢慢的往太平洋深处发展，但事实上，你航母就是要往太平洋深处发展。没错。所以，我必须要说，大家可能现在刚开始看到双航母突破第2岛链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要慢慢试着去习惯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未来会越来越多。那即便就算到了第3岛链，它只是也许就是发挥它战略威慑的一个效果。任务上有需要。对。就第30岛链他也得去啊，就是我们认为可能有一个为主在那边，但事实上对航母战斗群来说，这东西不存在。那邱老师刚点到一个重点哈，就是我们还是要看门道哈，就是说航母的战力，当然就是看这个舰载机的起降的次数哈。你可以看到说，现在战力已经逼近了，这几乎是跟美军的实力是不相上下。那当然，随着这个大陆的航母突破岛链的封锁呢，今年3月份也看到中国大陆的055大区啊。他们同时也进军这个纽澳，而且进行实弹的军演。那么，随着解放军深入太平洋，现在位在南太平洋的一些深水港也因此水涨船高，因为他们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理价值。那除了所罗门群岛呢，跟中国大陆有签署了安全协议，还看到这个中国大陆企业呢建设了图拉吉军港之外，中方现在插旗南太最新的进展呢，是跟库克群岛。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当中的内容包含了深海采矿、贸易、观光、基础建设，还有教育奖学金等等的领域，但暂时还不包含我们所现在提到的安全合作，但已经引发了纽西兰的强烈不满啊。现在当然我们讲说航母往外推，它必须要找到停靠的补给地点，所以舰队的补给基地会不会是中国大陆？尤其解放军海军在下一步的战略部署规划的重点，刘老师。对，当然，那个你舰队出去，当然要有一个这个补给的基地啊。这个南太平洋，我们讲像南太平洋这块地方啊，本来一直都被认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是美国势力范围，所以美国呢，他就把这势力范围就交给澳洲啊、纽西兰啊，那么甚至已经包括日本，就说你来帮我管。也就澳洲、纽西兰，就好像当地的土地城隍嘛啊，他说你帮我管。你说像这库克群岛，库克群岛上才15000人，但绝大部分人在纽西兰，它以前是纽西兰殖民地嘛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美国也好，或者澳洲、纽西兰也好，过去都太把南太平洋呢视为理所当然啊，你本来就该是我的。但是南太平洋这个国家呢，他不觉得我要那么理所当然，对不对？那我为什么是不是要受制于你呢？而且他们关心的是这个环保的问题啊，海平面上升啊，但你们这些大国都不管这个事情嘛？中国管嘛。
中国愿意表示我关心，然后这些国家就讲说，反正我要对付澳洲啊、纽西兰，我引进另外一个大国来平衡嘛。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呢，南太平洋本来也是它布局的一个重点。你看，我们常讲中国讲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你就讲说往南、往东南亚，事实上还有往拉丁美洲也是，往这个南太平洋也是。是，所以南太平洋也是它的布局的一块。不管你是补给啊，不管你是气象啊，不管你是卫星啊，你飞弹啊，这个势力范围，南太平洋是越来越重要，越重要。所以啊。以前俄罗斯也想伸手进来，但是后来没有成功啊。那现在中国当然是你说当地国家也需要你，然后你的地理位置也比较近，那所以中国大陆就进来了，所以美国才会紧张。所以以前拜登他会说啊，把南太平洋国家找到白宫来开个会哈。那南太平洋国家从来没想到会被请去当白宫座上宾，但是你这明摆的就是我先安抚一下，摸摸头嘛。对，摸摸头，但摸摸头以后，美国其实也没有很上心。所以你看，像澳洲这次工党的政府上来，他就说啊，我要非常重视南太平洋啊。那你看这次，当然库克群岛这是引起纽西兰的紧张。那纽西兰它的政策会不会改变？或者这整个南太平洋的一个大国的角逐，其实以后还可以慢慢来看。粗浅来看哈，您觉得包括纽西兰在内，那纽西兰或者是澳洲，实际上都是和南太是息息相关的，比较距离地理位置比较近的。可是，就连远在美国，刚刚您特别点到了一个重点，我听到了疏于管理啊，也认为是理所当然。那现在亡羊补牢来得及吗？是，所以他现在美国才在那边新设了外交单位啊，然后开始撒钱呢啊！你看，你不管你撒钱也好，你要怎么样重视这个环境的问题啊，或气候变迁，你要真的做一些事情。你不能就是一阵子一窝蜂以后，然后你没有做什么事情，那南太平洋国家晓得你就是玩我嘛，你就是你基本上就是说南太平洋国家当然也会想，表面上你说关心我，其实你在遏制中国嘛。你是拿我去遏制中国，你怎么关心我呢？对，所以你要证明，让人家证明说你真的关心我，这个关系才会夯实啊。这点出了美国的问题啊 ，Ross 啊，这个疏于管理，现在想要亡羊补牢啊。不过先由纽西兰方面出面哈，我们看到纽西兰方面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说，他们决定呢，要从6月暂停支付总共有11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给库克群岛，来表达不满哈，因为这笔资金呢是仰赖高度信任的双边关系。好，现在五眼联盟当中，纽西兰开了第一枪，但是我要问的是，有效吗？能够吓阻得了吗？这个以后才知道。但是的确，纽西兰这次这个决定，当然是引起所有的太平洋国家的关注，包含 Cook Islands。那么过去Cook Islands 跟纽西兰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特殊，有点像美国跟3个太平洋国家的所谓的 Compact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系条约。所以基本上 Cook Islands 的库克群岛，他们的外交政策必须要跟纽西兰商量才做下决定。那这次让纽西兰非常不满意是 Cook Islands 没有通过纽西兰，而首先就跟中国有达成所谓的什么协定，而且这些协定的内容很多还没有公开，还不知道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纽西兰对Cook Islands 非常非常不满意。环球时报7月17号也报道说，解放军航母山东舰呢，这5年来已经成功的让多种型号，而且他们算了一下架次近万架次的舰载机安全起降。那么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张军社就分析说，舰载机的放飞速度越来越快，这正说明了山东舰的舰载机部队已经实现了舰机人的高度融合。另一方面呢，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也指出，从今年5月底以来，中方航母向辽宁号跟山东号同时开往了冲绳本岛，还有冲之鸟岛、南鸟岛等等日本周边的海域。在这期间呢，也进行了针对美军航母的对抗性的模拟训练时间长达1周。这个时候突然大篇幅的去报道说，山东舰的舰载机特别在起降训练是非常成熟，而且呢已经近万架次，主要是想要透露放出什么样的战略讯息呢？这个部分想先请教翁平。
战略讯息其实很清楚，就是逐渐的解放军在训练上面已经逐渐成熟，当然还没有到完全，但是已经透过加速的训练，让这个解放军的实力越来越成熟，尤其是2艘航母同时并驾齐驱的出航哦。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美国目前的航空母舰总共的数字是11艘哦，11条航空母舰。那11条航空母舰中间必须要扣掉，因为这些航空母舰事实上都年代久远了。尼米兹级是现在的主力航空母舰，但是尼米兹级目前呢，如果以它的年纪推算的话，它都超过40岁，将近40岁的年纪。事实上，它能够出航的时间，必须要回港的这个维修，都必须要盘算在内。因此，11条航空母舰事实上真的能够部署的大概是6到7条，而在每一个舰队，尤其台湾最关键的第7舰队，通常都是1艘航空母舰在这个地方巡弋。中国大陆派出了2艘，当然吨数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而且先进度也没有达到这么先进。问题是数量上，如果可以达到2艘，再加上现在已经准备接近完成服役的这个状态的福建舰哦，在整体来说，在第一岛链之内呢，中国大陆所传递的讯息是，我在这里有3艘航母，而且有2艘已经准备做所谓的战争准备。对美国来说，其实即便有第7舰队，我们知道打仗是打后勤的，后勤的补给线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从夏威夷或者从圣地亚哥主要的港口拉到这个第一岛链来，其实时间距离都拉得很长，因此中国表现出至少有2+1，也就是2艘航母 ready， 再加上1艘随时准备就绪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数量上或者是整个成熟度，事实上它的演练都给美国带来一种某种程度的威胁，至少是一个示警哦，就是不要小看中国解放军，即便你认为我在科技上还是落后，可是你要把现在就算你的科技稍微先进一点，可是你的补给线很长，而且呢你的这个船舰相对来说是比较旧的。最新的福特号虽然是有，问题是福特号事实上也还在磨练当中哦，因为福特号在当时2017年建造，大致这个2022年左右大致建造完成的时候，就遇到了电磁弹射系统一直不断的演练，成功率非常低的这个状况，不断的在维修。所以目前呢，我们当然不是说唱衰美国，也不是说在中美当中觉得哪一方一定强，但是我们必须说，现在的中美之间，尤其至少在第一岛链这个范围，甚至现在中国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到第2岛链这个区间，恐怕呢它的这个核阻力都是美方绝对不容小觑的。所以我说这样的演习其实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的讯号，就是中国没有在怕。欧美，你刚刚提到的第1跟第2岛链的部分，我进一步快速请教你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已经突穿到了第2岛链啊，就是第1岛链已经突穿了，然后第2岛链呢，甚至可以也看到相关的一些包括演训啊、部署啊。解放军未来在对抗美军的战略部署上的规划，你觉得特别在岛链这一块怎么看？如果我们以从岛链的概念来说呢，现在解放军大概在第一岛链它的信心度哦，就是完成战备的信心度应该达到至少80%以上。然后在第一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的这个距离，基本上解放军大概的态度呢是要给美方传达一个非常强的核阻力。我在这里也许不能战胜，但是你在这里一定是非常辛苦的获胜。在第一岛链呢，其实解放军大概有一定的信心，我应该可以在第一岛链内获胜。这个不是我们在帮解放军讲话，我一再强调，因为连兰德美国自己的重要的军事智库兰德在2017年开始做的一系列报告，都已经一再强调，第一岛链美军的优势是逐年在下降，到了2022年的报告已经呈现在第一岛链内，尤其是在海军的部分其实是弱势的。有美军当然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哦，譬如说潜舰的部分还是有优势的。那但是呢，在第一岛链内，我们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演训哦，不能忽视的是，中国解放军尤其是海军在整个海底，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整个海底的这个探测，事实上它当然比远道而来的美国对于海底的情况了解更深哦。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就会了解，其实潜舰在海底，我相信2位军事专家都知道，潜舰的海底对于海底的情况，必须要不断的演练琢磨，不然的话，你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难以这个诡谲多变的地方，还有下面的洋流啊等等哦。这个对于解放军在自己家门口，它当然有一定的优势。这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主场优势啊。是啊，主场优势不得不防的。那当然，香港媒体香港0也报道说，解放军呢除了这个航母以外，这个最新一代的2栖攻击舰四川舰，预计在2026年的年底会之前就要服役。四川舰是采用电磁弹射技术啊，它可以支援像歼15T 还有歼35B 啊这些舰载机，以及呢攻击11
等重型作战无人机。那它也被视为是具备区域型轻航母的潜力，未来呢可能会部署在南海到台海这些敏感的水域啊，大幅来提升解放军的区域制空跟登陆作战能力。好，现在被定位在是区域轻型的航母，在战术上跟传统航母的应用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啊？纪文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我必须说，四川舰的问世对解放军海军的水面作战舰来讲是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看它之前航空母舰或者2栖攻击舰，其实解放军海军它一直是一个追随者。就航空母舰来讲，之前有滑跳飞行甲板，前苏联就是，然后英国海军甚至印度海军也都拥有滑跳式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那即使是这个平通式的甲板的这种弹射型航母，美国海军已经搞了40-50年，也因此。不管是航舰本身，或者上面舰载机，其实中国大陆一直是一个追随者，因此他抄别人作业就好了。那这几年发现，他作业抄的其实也挺成功。不管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日益完备，甚至连整个作业甲板上的个人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就是按照美国海军的作业照抄而来。那另外在2栖攻击舰亦复如此哦。他只要根据美国海军过去几十年的作业，包括船啊，整个这个作业状况、战法、战术、各基建还有各有舰的相互配合，按照美国海军发展路径来走，不会有错。是，但四川舰对于全世界海军来讲，都是一种全新的舰种，它是融合了航空母舰还有2栖攻击舰特别发展出来。尤其是上面装有电磁弹射器，在相对比较小的飞行甲板，你装这个，你未来要搭配什么样的作战飞机？像歼15这种重型战机，未来要配备吗？还是就是设定在中型战机以下搭配在上面？另外，未来的无人机可能包括无人机母机，你怎么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运作？而且在这个体系化的作战里面，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因此，四川舰对于全世界海军来讲，它已经跳脱了追随者的角色，而变成一个领跑者的角色。特别是我们发现，这个今年在韩国的海军防务展里面，韩国海军也弄了一个模型，上面也是轻型航空母舰装电磁弹射器。只是当时看了以后，就是好奇，你的电磁弹射器哪里来？美国海军卖你吗？对，这个显然这个里面问号很大。但不可否认的。未来解放军如何运用这个四川舰？因为这个船到现在还没海试哦，但对于解放军已经被定位，已经将它定为区域型的航母，包括它的名称的定位，还有它的舷号，舷号是51，与航空母舰这个16、17、18不同，与2栖攻击舰的31、32、33这个序列也不同，因此。对于解放军海军，它是全新探索一种新功能、新形态的军舰，因此。对于它未来具备什么样的战力，其实未来绝对是要密切关注，尤其关注它本身具备航空能力的同时，也具备2栖搭载包括气垫船、登陆艇这样的能力。而这样的一个角色如何有效这个丝滑的融合，这个对于解放军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后面的相关战法、战术和航空母舰的配合。和传统2栖攻击舰的配合如何进行衔接？这个对于它未来的相关战法战术来讲，都是需要积极的进行很大人力物力的探索。但不可否认的和绝对确信的，它对于第一岛链内整个制海制空，特别岛屿的控制权，它会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毕竟这个船功能那么大，而且它的发展潜力。赋予无限的想象空间。那以大陆目前这种军武科技大爆发的这个现实状况来讲，它确实对于相关国家，特别即使美国来讲，它的压力无疑是非常非常巨大。从这个纪文兄刚刚的分析啊，就可以看到，对照最近几次啊很重要的一些兵推，你就发现说，美军的舰艇，不管是航母也好，或者相关的水上舰，甚至是水下舰哈，它在这个第一岛链。的里面呢，恐怕都不是这个首选哈，都是远远的在旁边，都在外面啊。那当然，这个讲到了水上、水下综合起来的海上战力哈，
我们要给大家看的一张图表，就是这个。C Today 他们所调查的，他们发现哈，这个特别是这张图表，当然就是在讲说印度变成是现在世界上这个第4强的这个整个海军的战力哈。但是你可以发现啊，前3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包括美国、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啊。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超前俄罗斯了。那我们要讲俄罗斯的是因为呢，俄罗斯他们只有1艘航母。刚才翁比也提到了，美国现在航母呢有11艘，那么中国大陆呢有3艘。俄罗斯呢有1艘，但是俄罗斯的消息报最近报道说，这个唯一1艘的航空母舰叫做库涅兹佐夫海军元帅号，它目前呢维修跟改造的工程已经全面暂停。那么太平洋舰队的前司令啊，这俄军这边的，他更是说呢，放弃维修是完全正确的决定，恐怕将会让这个航母呢变成这个废金属哈。好，那这个库兹涅佐夫号呢，它是建造于1982年啊，因为这个前苏联解体啊，它是长期处于闲置的状态，在2016年曾经短暂的参与叙利亚的战事。好，但是现在呢，又看到传出说要解体，要干脆就不要了，再进行维修了哈，恐怕就会使得俄罗斯变成一艘就是变成一个连1艘航空母舰都没有的大国啊。那这对于俄罗斯的海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李老师，这个刚才听到说，现在是太平洋，连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呢，他都觉得说这个报废也没关系，那是不禁让人想起这个时空，回到那个1905年啊，这个日俄战争的时候，这个俄国大老远这个波罗的海舰队被日本歼灭以后，他几乎可以说他在远东或者说在世界上海权上，他已经是没有地位了哈，所以这是。对他海权力量哈，虽然实质上他是很务实的考量，但是他就是已经走出这个舞台，他已经不是主要的这个主角。但事实上，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这航空母舰因为也蛮久，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那事实上呢，俄国它应该说从苏联时期哈到现在啊，俄罗斯其实就他们自己的这个军事上的想定跟心理上，它也是属于冲击很大，因为。在1980年的时候，刚好就是发动这个阿富汗战争嘛。那时候，这个俄国还流行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要发动阿富汗战争？因为我们要到印度洋去洗我们的军鞋子。所以你没有这个航空母舰，你等于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你完全不会是在这个主要是，虽然你看刚才那个 table 写得很漂亮，排名世界第2、第3，但是你没有这个主战武器，它就是差异非常大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讲哈，它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刚才来宾也都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建造这些航空母，现在不但是这个经济上的投入要很多，而且各式各样新型的这个航母啊，它所搭载的武器也不太一样。但事实上，其实俄国它很早以前它就是发展这个水下武力哈，就是潜水艇，它知道它这个部分它是追赶不上，还有它各种的战争的需求也不同。那我们这样讲哈，可是还是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这样，因为。这个航母它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海权力量的衡量哈？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有所保留，因为美国它的这个海权力量之所以有那么多艘航母，跟它从2次世界大战那个击败日本，到后来发动这个越战到这个波湾战争等等，它是有一个历史上的因素啊，导致它有这么大的一个舰队啊。那当然它有很多实战的经验跟维修的能量啊。那大陆虽然现在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新型航母啊，这个我们不敢说像下饺子一样，但是它很实际的情况就是说它是缺乏实战，是，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说所谓的后发优势，它可以去研究前面，但是它前面也就只有美国，当然大陆它的这个战略想定也是不一样，因为它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台湾，还有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打赢这个区域拒止的这个战争，所以这个变成说它的形态哈，跟航母这个战力形态当然是。就是非常不一样。可是如果说我们放眼一个比较长远哈，我们回头来看，就是说当初航母之所以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海战上，它其实是跟这个我们讲说这个舰载机的发展有关。但是因为但是随着这个人类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啊，还有这个军事武器进步，现在很明显出现就是无人机，还有这个舰对舰飞弹了，还有甚至还有配合这个天空卫星。那你说航母它现在真的能够发挥？多大的海权的力量，这个是其实还是未定哈。那回到俄罗斯本身，就是说，但他自己很 sad 啦，就是这个已经不是主要的主角。但是从一个务实的角度，他确实从现在而且打了乌克兰以后，他自己消耗很多。
他也不可能也不会去投入在这个方面。对毕竟他还是有6000多颗核弹。不过随着这个唯一一艘的航空母舰现在要把它报废，它未来有没有可能自己还要计划再重新制造属于自己的航空母舰？恐怕当然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是真的是那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啊。曾经是美苏的对抗，现在变成了美中之间。美国现在就是把中国大陆视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